我是一名33岁的大龄剩女，真的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。这个五一我回老家，本想的看有没有亲戚给我介绍个对象，结果啊，真的是无人问津啊！这个五一都快结束了，根本没有一个人说要跟我介绍对象，根本是无人问津啊！原来33岁和23岁真的不一样了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个女生很喜欢你，你要不要认识一下呀？这个女的都39了呀，我娶回来能干嘛呀？你再看一下，而且这也写了还要彩礼，她的青春都没给我，现在年纪也大了，让我给她彩礼把她娶回家，又不是傻子，我把她娶回家当我妈妈。去买车肯定是买一款新车吧，那我既然有选择权利，为什么要去买一款报废的老款车呢？在中国，剩女通常指的是27岁以上的未婚女性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大陆至少有 1.16 亿女性保持单身状态。中国统计年金2024的调查结果显示，许多城市适龄单身女性数量突破到100万，其中呢，北京剩女数量高达223万，上海为209万，深圳大约是70万。一线城市剩女数量普遍较高，在深圳的相亲市场里，男女比例甚至达到1比50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剩女的这个话题。都说中国男光棍多，没想到女光棍更多。现在的相亲市场里，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衡。就拿最近深圳、南京举办的相亲局来说，平均一个男人能和50个女人配对相亲，然后再从这50个女人当中挑挑拣拣，选一个自己最心仪的。因为这种男女比例失调，好多婚介中心甚至只对女性收取高额介绍费，而男性则可以免费入场。男性已经成为了相亲市场里的稀缺资源。但奇怪的是，明明大家经常说中国单身男性比女性多3500多万，光棍遍地都是，找得到老婆的都是人上人。那为什么相亲市场里的现实状况却对不上呢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中国男人正在主动成为光棍，主动逃离婚姻。你们现在结婚的彩礼都是多少钱？我今天过来参加我发小的婚礼，光是彩礼就给了6万8，然后结婚之前买了一台车，然后差不多10万块钱。为了结个婚，现在已经花了就相当于是16万8，然后家里面还买了套房子几十万啊，所以说结个婚基本上就要花几十万上百万。如果说他接着下来要生小孩，那估计可能还要再花几万块钱。感觉如果说现在单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说实话我感觉这个婚是真的结不起。虽然说6万8的彩礼说实话真的一点都不算多了，毕竟人家把女儿养那么大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不靠家里面的帮助的情况下，要想结婚太难了。就像身边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结，我都只能嘿嘿一笑，说自己不着急。其实你要说不着急怎么可能嘛，毕竟年龄已经差不多到这个地方都30了，而且对象本身比我也大一些。哎，你说现在为啥这么多男人都不愿意结婚了呢？我给你算一笔账哈，买个房50万，实际上很多地方100-200万都不止啊。先给你按少了算，买个车给你按10万吧，彩礼10万，3金3万，婚庆主持3000，婚纱照7000，酒席5万，钻戒1万，装修10万，改口费1万，就这一共是91万。所以你看，对于绝大多数男生家庭来说，结婚就会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万一他遇到的就是那种小仙女，就是不仅非常强势，还很贪婪，不能吃一丁点亏，不能听不顺耳的话，家里外头都要他说了算，盛气凌人，吹毛求疵儿。这样的人让人好累啊。对啊，所以男人们也不傻呀，很多人娶个媳妇儿要花很多钱，倾家荡产，甚至一夜返贫，完了还要像祖宗一样去供。我妈又催婚了。可我真的尽力了，出生在2环里，生活在5环外，年薪30万，有车有房，却逃不过剩女标签。见过18个相亲对象，不是嫌我年纪大，就是逼我辞职生娃。朋友让我别太挑，父母骂我丢人现眼。可婚姻不是打卡 KPI， 压垮我的也不是孤单，而是全世界都在质问你为什么还没完成任务。北京这座城市容得下千万种梦想，却没有剩女的一席之地。真正的独立不是嫁或不嫁，而是拥有说不的权利。也许真正的崩溃是从我很好到我撑不住了。我们拼命活成了独立女性，却被一句你一个人多可怜呀击穿所有铠甲。其实大龄剩女的崩溃是无声的。91年30多岁的年龄，未婚未育，真的很失败吗？今天是姐妹聚餐的一天，5个姐妹里4个属于大龄剩女，最大的有88年。我想说，现在这个社会应该属于很正常的现象。我妈前几天还打电话让我赶紧找个对象，
说如果现实生活中找不到，网上找一个也可以，不然耗下去更别想嫁出去了。年纪越大，也只有被别人挑剔的份。不知道像我这样30多岁还没结婚的人有多少。我并不是不婚主义者，只是在这个越着急越于事无补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觉得，往往越想得到越难以拥有？特别到了这个年纪，对接受新的人和事物都渐渐失去了兴趣。平时除了上班的2点一线，就没有什么聚会。下了班也只想买菜回家做饭。虽然享受着一个人的自由生活，但还是很期待能遇到可以同频的那个人。如果单纯只是因为年纪而结婚，说实话，那我宁愿单身一个人。博主青青是浙江嘉兴的一名红娘，她说有一个女生因为男方只给1万块的彩礼，她都不想出嫁了。是我们嘉兴本地姑娘，96年的，家里面开了一家小超市，然后呢有3套房子出租，家庭条件还不错。这个女生呢跟现在这个男朋友啊谈了5年了，打算过年那2天就把婚给结了。双方父母呢也支持的，女方父母说啊，彩礼的话意思一下就行了，反正以后啊都是给女儿带到小家的。他们呢也给女儿准备了嫁妆。原本2家呢都其乐融融的，谁知道男生突然就说了，那就给1万加1块钱行不行啊？万里挑一嘛。在座的人都沉默了。这时候啊，女方妈妈就站起来打圆场，说没关系，万里挑一挺好的。但是女生就觉得可难受了，她就不想嫁给这个男生了。我36岁，大龄未婚，至今还是单身，没车没存款，已经没有人介绍对象了。终于把自己熬成了无人问津的年龄。在婚恋市场上，36岁的我被自动归类为清仓促销区。在这个年龄段，周围的人大多数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，而我还是单身一个人。以前的我一直觉得自己还年轻，可以慢慢找，甚至有时候还故意躲避相亲介绍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不开窍晚熟的人，错过了很多机会。大龄剩女最终归宿是什么样的？博主袁姐讲述了一位剩女的经历，让人唏嘘。这位剩女是硕士学历，年轻时候是眼光很高，她要求男朋友身高必须在1.8米以上，年收入不低于50万，要有房有车。结果她相亲多年都没有嫁出去。最后到了35岁的时候，她发现自己看上的男生基本上都选择了30岁以下的女生，有的甚至呢也不愿意跟她见面了。咱转眼就到了40岁，还是没有找到男朋友。但那个时候才发现呢，回家过节啊，只有她和她的父母孤独的在家里面吃面，而她的朋友们呢都有自己的家庭，平时呢也很难约出来了。她才意识到呢，不结婚是不行的。父母呢终将要离开她的，如果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庭，后面肯定是越来越孤独。于是呢，他决定呢放宽一下标准，找一个呢能过日子的就行。然后呢，他就介绍了一个呢51岁的银行高管，对方年收入是50万左右，房子车子全款，父母呢也有退休金。终于在他呢43岁的那一年呢，把自己嫁出去了。博主袁姐说，不过男方是离过婚的，还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。这个孩子毕业后很快就要面临找工作、买房、结婚等问题。43岁的她只能接受当后妈，把别人的孩子视为自己的孩子。我91年的34岁，至今单身未婚。我掏心窝子的想奉劝一下00后刚大学毕业的姐妹们，先成家后立业，成家一定要趁早，不要觉得自己还年轻，还可以慢慢调调节节。找对象呢，不要陷入物质条件的死胡同，不要老磕着他有没有房、有没有车、有没有存款。男生呢，基本都是厚积薄发的潜力股。你挑对象呢，首先要看这个人的家庭环境，家庭环境只要简单清爽，不那么复杂。然后这个男生呢，长得让你不觉得讨厌，然后人品好，三观正，他呢有上进心，就可以作为结婚对象。不要等到你年纪大了之后才会发现，你当初看不上的那些小伙子，人家早都发家致富，娶妻生子，然后人家看着你单身，看你笑话。一位32岁的大龄女表示，现在结婚太难了。她反思了一下，觉得自己以前太挑了，
他调整了自己的择偶标准。关于择偶标准这一块，我又重新做了一个总结，大家也听一下吧。首先说一下年龄，我之前的标准是不超过35岁，现在别说35了，如果是40岁、50岁的老头我都愿意。年龄大一点怎么了？老一点怎么了？年龄大了知道心疼人。身高长相这一块我之前的要求必须要满1.8米以上，而且长得呢一定要标致，要像明星一样。现在别说长了1.8米了，你就是1.6米的小土豆我都能接受。也是考虑到以后生气吵架打架这一块，万一你欺负我了呢，我也不怕怼不过你。这长相嘛，别说长得像明星了，现在只要是能长得对得起老百姓都行。我是86年的，属虎的，今年已经40岁了，单身未婚，一个人，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很多人给我发来了私信，只问我一个问题，长得也不磕碜，就想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剩下的。我今天就实话实说，把我自己的老底儿就在这里给撂给大家。在20岁到25岁的时候，身边追求我的男孩子也是嗷嗷的多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就会告诉我，一定要睁大眼睛找一个条件好的，婚姻是柴米油盐是一辈子，什么爱不爱情的不能当饭吃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早恋没有好结果，后边还有更好的。然后我又听了家里人的这些话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我自己就是也没有就是说特别那种想要叛逆吧因为我是一个妈宝女。后来转眼之间的时候呢，就是30岁到35岁之间，那个时候就是开始相亲了，身边哪有人追求了呀？人家当年追求我的那孩子都上初中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相亲给我介绍对象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呢相亲对象嫌我又胖又老又丑又长白头发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